Google 它本身并不是唯一一间遇到巨量资料的公司。当年另外一间搜寻引擎的公司雅虎，它也有这样的问题。那在 Google 它2003、2004发表这2篇论文以后，雅虎的工程师就依据这2篇文章，开发出储存跟计算的系统，后来把程式码公开，变成开源的专案，称为 Hadoop。相信大家都可能听过这个专案。Hadoop 在2006年公开，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。所以现在非常多大型的企业都用 Hadoop 作为他们巨量资料的系统平台。就在最近 ，Hadoop 3.0 Beta 1发布了，里面有很多新功能是当初想不到的。在这10年间，整个巨量资料生态系也产生非常大的变化。MapReduce 呢是批次运算的程式模型，但除了这之外呢，还有非常多不同的计算需求，都被加入 Hadoop 巨量资料平台之上。例如说刚才讲的 SQL 资料查询，还有资料的文字搜寻、即时的资料传输跟储存，还有计算资源的分配、资料安全的设计等等诸如此类的系统都被开发出来。Hadoop 是一个开放源码的专案。那开放源码的特色是，任何人都能自由选择如何搭配系统。例如说，在储存系统的部分，可以选择 HDFS， 就是 Hadoop 的 file system、HBase、Kudu， 或者你可以选择使用云端的储存系统，例如说 S3 或者是 ADLS 等等。那计算资源的管理的系统，你可以选择 Yarn、Mesos 或 Kubernetes。在计算系统的部分选择更多，这些都可以任意的搭配。例如说 Impala， 它是一个可以做 SQL query 的计算系统，它可以存取 HDFS、HBase、Kudu 或者是 S3 上的资料。此外，还有好几个专案的功能是负责把各式各样的来源的资料、不同格式的资料串接在一起，传送到需要的地方。那么，例如说 IoT 的感测器资料，可以透过 Kafka传送到 Kudu 进行储存还有计算。随着整个生态系的成熟，越来越多工具诞生，大家也了解到不同的应用会有最适合相对应的工具。那一个成功的应用资料的 project 呢，一定是好几个系统组合在一起。这边有个例子是 IoT 的应用场景之下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你会在终端装置上的 sensor 获取资料，透过 Kafka 传输。另外一方面，有些资料是放在传统的关联式的资料库上面，那这些资料可以透过 Scoop 传送到同一个平台去。那这些不同来源的资料放在同一个平台之后呢，可以让后面不同的计算工具把它们结合在一起，获得资料背后代表的意义。在储存系统的部分，你可以根据需求存在 HDFS、HBase 或者 Kudu 上面，然后再利用不同的工具，例如说 Impala 做 SQL query、Spark 做 machine learning， 或者是用 Solr 做文字搜寻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 Hadoop 产生的代表现在资料系统架构的特色，就是 Open Source Software 还有 Commodity Hardware。其实在最近几年 ，Open Source 可以说已经主导在整个 Infrastructure 跟 Platform 这2层的软体，比如说 Kubernetes、Docker、OpenStack、Hadoop、Mesos、Spark， 它的 TensorFlow 等等。那这些最火红的技术都是 Open Source 的。如果你要问说为什么要 Open Source 呢？当然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你用 Open Source 或的软体呢，不需要支付软体的授权费用。不过，还是有使用者他会希望人提供技术资源。那这样的情况下呢，你使用 Open Source 的软体的好处就是你不会被厂商绑架。如果他提供的服务不好，你随时可以换成其他的厂商。那另外一个特色呢是 Open Source 的软体开发很快，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贡献。所以使用者也增加得很快。还有不同的公司之间的合作可以直接透过 Open Source 的专案直接进行。比如说 Intel 跟 Cloudera 在 Hadoop 上开发了资料加密的功能，那 Cloudera 跟微软开发了云端 ADLS 的储存系统。最后因为这些原因，所以 Open Source 的软体呢就变成了实质上的标准。所以这意义上也是非常的重要。那可能有人会问说，真的有可能透过卖 Open Source 软体来赚钱吗？事实上是可以的。用个比方来说，水不用钱，但是瓶装矿泉水却要钱。如果你说 Open Source 软体本身是水的话，那 Cloudera 卖的就是瓶子。更仔细来说 ，Cloudera 提供的是技术资源。由于使用者用的时候一定会试用到很多 Open Source 的专案软体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就确保说它们整合在一起不会出错。那这边还有一张图，是根据几间已经上市公司的 Open Source 软体的公开资料做成的。Cloudera 跟 Hortonworks
是2间开发 Hadoop、Spark 平台的公司。那 MongoDB 呢是开发 MongoDB 这个 NoSQL 资料库的公司，它2017年9月才宣布上市。那这几间公司呢，他们不但都拥有超过1亿美元的营业额，而且每年都有30% 到50% 的快速成长。如果各位好奇的话，其实 Open Source 软体的商业模式 business model 有好几种，例如说像 Google Chrome 是间接透过 Google 的广告去盈利，还有 Android 也能借由提供云端 SaaS 服务赚钱。那 Cloudera 的模式是混合的模式，它除了 Open Source 之外呢，也开发还有结合 proprietary 的软体，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提高整个平台的价值。还有很多其他的 business model，因为时间关系就不提了。